做数字游民6年，我们经历过月入几十元的尴尬，也见证过月收入10万元的惊喜。很多人以为数字游民就是不用内卷，环游世界，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如果没有一套稳固的线上收入系统，最终只会变成一个数字难民。我将结合我们6年多的游牧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成为数字游民起步到升级的全路径。普通人该如何从零构建一套支撑全球旅居的收入系统？这个视频很长，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另外记得点赞、收藏、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们最近参加了全球的数字游民大会，在这个大会里面，他们把全球数字游民的发展路径分成了4个可以被验证的阶段，分别是从远程工作者到自由职业者，再到创业者，最后再到投资者。2026年，如果你想成为数字游民的话，我最推荐的方式其实是你直接跳过前面2个阶段，第3个阶段的创业者开始。这个阶段其实换一种方式来说，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艺人公司。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生产者，去在线上创造一门生意。我认为比较好的低成本开始的方式就是做内容创业。我们频道早期的观众呢，可能会知道我曾经是一个远程接单的设计师，但是6年前我开始运营我自己的自媒体频道。一开始其实只是为了记录我们自己的游牧生活，但是随着我们在上面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在3年前这个自媒体 IP 给我们带来的收入，已经完完全全的超过了我自己做设计师接单的收入。在我们内容创业的6年当中，我们打通了多条的变现路径。自媒体的变现模型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流量收益，也就是视频播放量给的补贴，这部分收入极其的不稳定，而且金额都比较少。对于绝大多数的创作者来说，这只能当成一个保底收益，不能养家糊口。第二个是广告合作，它的特点是单笔收入可能很高，但是门槛极高，而且非常的被动。你需要有极好的粉丝量和数据支撑才会有议价权，而且本质上它还是用单次时间在换钱，一旦你停更，收入就断了。第3个增值服务，比如说做咨询、做活动，它能帮你快速拿到一些现金流，但是对精力的消耗很大，而且很难规模化。尝试过所有路径以后，我最推荐的模式其实是售卖自己的数字产品。相比于广告对流量的苛刻要求，数字产品即使在低粉丝的阶段也能变现。它的逻辑不在于追求虚无的粉丝数，而是在于如何拥有1000个核心铁粉。只要有1000个愿意为你付费的核心用户，你就能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虽然在起步阶段，它可能不会为你带来巨额的财富，但它具备很强的复利效应，一次构建无限次的分发。它能让你的收入和工作时间彻底的解绑，让你的内容真正的资产化，变成数字游民最追求的被动收入。这种内容创业加售卖产品的模式，我认为才是真正获得财务和时间自由的底气。我觉得在 AI 的加持下，其实现在任何一个人成为艺人公司的难度都比原来低了很多。AI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技术上的事情，比如说做设计，你可以用 Nano Banana。如果你想写代码去做一个网站，或者是做一个数字产品，你就可以用 Cursor。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想开启一个自己的小生意，比起盲目的去学习一些技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先考虑去找到一个你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你臆想出来的，而是你在生活当中也确确实实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一步一步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给创作出来，同时你就可以把创作出这个工具的过程不断的分享在社交网络上，被更多人能看到，这个就叫做 build in public。当观众通过你持续分享的内容看到你的产品是可以解决他们的某些问题的，那很有可能就可以转化成你的第一波付费用户。第二种呢，就是你找到一个你真正很感兴趣并且很热爱的一个细分领域，就持续针对这个细分领域去创作不同的内容，无论是视频也好，或者是图文也好。我的建议就是你最好能想清楚你要通过你内容怎么样的去变现，比如说是你想创造一门课程，或者是你想创造某一种工具，或者是你想通过咨询的方式去变现，然后你就持续的在这个细分领域去创造50到100个内容，并且你在你的内容当中持续的去宣传你想要让用户去购买的这个东西。当你在这个领域持续的去输出，构建你的个人影响力和观众之间的信任感之后，你自然就会赚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收入。举一个我们自己社群里面的一个成员例子，他其实是一位雅思老师，他发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卖雅思课件，但是做的都不是很好，所以他就用30天的时间自己去研发了自己的雅思课件去网上卖。一开始只卖9块9，后来卖得很好，之后他又开发出了更多产品，99、199。当别人买了他的产品以后，后台会自动发货，这就是一个自动化的小生意。他又靠他这个税后收入的系统赚了几十万，已经在路上环球旅居了2年。我觉得这就是收入跟时间解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做自媒体最好的就是在培养我们
创作内容的能力，还有自我营销能力，这些能力其实在数字游民任何一个阶段都是非常受用的。我自己是建议你们除了发中国的平台以外，也可以多发一些海外的平台，因为这样子才是在赚全世界的钱。但可能之后你就要面临如何收美金的问题了。我也先分享一个方法，你可以先收藏起来。其实最合规也最长期的办法就是注册一家海外公司。在对比了几个热门地点以后，我觉得对数字游民来说，香港的公司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首先是因为它的商业信誉，它是全球知名的商业中心，海外客户和支付平台对香港的认可度都非常的高，业务对接起来会非常的顺畅。另外，香港采用的是属地税制，简单说就是如果你的收入是在海外产生的，那通常来说是不需要在香港缴税的。对于我们这种在全球移动的创始人来说，非常的友好。不过维持一家海外公司涉及的注册、记账、报税确实会比较繁琐。我在调研出海方案时，发现一家叫OSAM的一站化数字平台，他们刚好能把这些复杂的事情变简单。虽然他们也支持新加坡、英国和阿联酋，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香港公司的服务是做得很到位的。从公司注册到资料提交，再到文件签署，全流程都能在线完成，完全不需要你本人飞去香港，非常适合人在旅途的状态。其次是智能化的系统集成，它能无缝对接像 Aspire、L-Wallex 这样的数字银行。最实用的是它那个企业健康仪表盘，它能自动同步银行流水，交易信息及时更新。你只需要打开手机 APP， 就能随时掌握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在自动化系统的背后，OSAM还提供了真人的会计师和顾问。对于我们不熟悉的海外合规和法定申报，有专业人士在线协助把关，运营起来会高效很多。如果你之后也打算迈出全球化这一步，OSAM 这套数字化管家模式真的很值得去了解一下。我也把 OSAM 官方专属优惠码链接放在这个影片的下方了。通过这个链接注册呢，你就可以直接享受16%的优惠。建议有出海计划的朋友可以保存下，能省下不少的启动成本。如果说你对创业暂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想法，或者说你尝试后也暂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那其实你也可以尝试成为一个远程工作者来开始你的数字游民生涯。远程工作者是现在数字游民群体当中占比最高的一块，我觉得这是相对稳妥的路线。我在刚开始做数字游民的前几年，也做过一阵子的远程工作者。虽然每个月按时到账的薪水能带来很好的心理支撑，但是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就是你还是在做一个牛马。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其实这种远程岗位很有可能是会面临被优化的风险。这种方式，我只推荐给对财务稳定性有非常高的要求的人，或者是如果你在数字游民的初期，你也愿意继续为别人打工，再或者真的会有一个岗位，它给你的薪水又非常的高，并且这个岗位跟你来说又非常的合适，那你也可以考虑。具体要怎么去寻找一个远程工作呢？其实远程工作岗位的核心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够硬的技能。其实如果你在网上一搜，你会发现有很多可以去找到远程工作网站。然后这张图呢是我自己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些远程招聘的网站，你也可以把它截图下来，然后在网上搜索一下。在这些网站上，你可以看到有哪些岗位是比较容易找到远程工作的。如果并没有一个很直接可以胜任的岗位，那你就要考虑有什么可以技能迁移的方式去应聘一个可能跟你之前的职业岗位是有点相关的一些岗位，或者你可能需要考虑如何能配合着 AI 的方式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来适配这些岗位。有的时候你没有找到远程工作，并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可能你并没有很好的发现远程工作的渠道。全球80%的远程招聘岗位，其实你是在公寓的网络上你是找不到的。其实你要通过自己一些私域的方式，通过你自己曾经的同事或者是朋友，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做远程工作的，他们是不是可以帮你去内推，或者是你可以参加一些行业的峰会，去认识一些远程工作的人，或者是远程开公司的这些企业家，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去找一些远程的岗位。所以其实找远程工作并不只是在拼能力，也是在拼人脉。如果你要成为数字游民，就一定要去数字游民最多的地方，这样呢，你就很有可能可以帮助你去构建这一部分的人脉，打开一些机会。当你可以通过这个技能拥有足够多的客户，能带来不错的收入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我自己觉得自由职业者算是创业者的雏形，也是自己做自己老板的一个初始的一个阶段。这一步最大的快感就是定价权其实回到你的手上，你并不是按月去领薪水，而是根据项目的价值去收钱，对自己时间的掌控也会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有代价，就是你的收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如何在自由职业的情况下去持续的获得更多的客户，而且是更高质量的客户，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大概做了3到4年的自由职业者的设计师，但是从去年初开始，我这份自由职业的设计师生涯正式宣告失败。简单的说，就是我没客户。我认为这个失败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 AI 的冲击，因为像 AI 对整个科技行业它的冲击真的非常大，很多岗位和机会真的就消失了。我身边有遇到一些自由职业者也是在说，现在单量真的比以前少。第二点就是我只是在维系我的一些老客户，所以渐渐的就没有新的客户来找我。所以如果说你想走自由职业这条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第一个，不要只做接单的机器，比起去各个自由职业者接案的平台去卷低价，我建议是尽早去学习把自己品牌化。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要做个人品牌，要做自媒体。比如说你可以去运营一个专业项的一个自媒体账号，或者是专门的一个自己的品牌的一个账号，你要不停的在你的私域，比如说朋友圈，或者说在各种公寓的这些平台分享专业成长、你的专业的案例，甚至如果你的主要是针对国外客户，我真的可以考虑你可以去做一个 landing page， 因为这可以凸显出你自己的一个专业性，这样你才会有更多的筹码去获取更多高质量的客户。第二个就是永远要保持多条腿走路。当你一个业务开始稳定以后，你可以开始去发展一些别的副业。比如说我们之前社群里面的一个分享嘉宾，他的自由职业的工作是做商业撰稿，但除此之外，他就是开发了一套教别人如何做商业撰稿的课程，然后同时他也在运营自己的自媒体，构建自己的专业性跟品牌力，同时还有一个可能跟这方面不太相关的一些播客。反正通过构建不同的收入方式，让自己的收入变得不再那么的单一。数字游民的第4个阶段，投资者、被动收入者。投资者是数字游民在财务上的终极阶段，建立不用工作也可以自我运转的收入管道。我自己是在开始全球旅居的生活后才开始学习投资的，也确实是因为在旅居的路上，切切实实的遇到了一些人，他是通过做风险投资，每个月赚的收益就足够让他在一些消费比较低的国家生活。也有遇到一些朋友，他自己是积累了足够多的本金和金融资产，然后他就开始过 FIRE 生活，在全世界旅居。这些真实的人跟事让我意识到，投资理财不但是数字游民的加分项，也是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终极防线。所以无论你是在前面哪一个数字游民阶段，其实你都可以同步开始学习投资理财，而且是越早越好。如果你刚入门，可以去看一些投资方法的书籍，比如《永久投资组合》、Ball Heads、聪明的投资者、穷查理宝典等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去实践一下 ，Learning by doing。我们现在靠我们工作赚钱，都会有部分去拿去投资理财。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靠我自己的金融资产，也可以覆盖我自己的生活开销，让我完全可以不用为了赚钱而去工作。当然，如果你已经财务自由的话，那你就赶紧开启全球旅居的生活吧。最后，我也想给想成为数字游民的你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建议。如果你是打算辞职从0到1成为数字游民的话，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准备好一笔至少够你使用1年的启动资金。也许1年的时间你在收入上会有一定的成绩，但是如果是照整体的各种案例的数据来说，你想达到跟你在人生转型前同样的收入水平，平均来说是需要将近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心理上最好要有个预期，多准备一些启动资金，会帮你能更从容的去度过这段漫长但是其实就一眨眼的时间。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负债，因为当你陷入负债，然后产生那种焦虑感、压力，可能会泯灭你自己的创造力。永远要记住，数字游民不是某一种工作，也不是在度假。它考验的是一种长期设计人生的能力，需要有稳定的财务结构、强大的心理韧性，以及在流动中建立秩序的能力。所以你要把你的游民生活当成一份事业，要有稳固的工作时间表，并且要积极的去认识别的数字游民，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去获得新的灵感，同时也能很有效地去对抗孤独感。我认识的每一个成熟的数字游民，他在工作上其实都非常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把数字游民的事业持续下去。感谢你看到现在，我们是旅居世界6年的游牧夫妻。在这10几分钟的视频里，我们尽力把这6年的精华浓缩给你了。但说实话，想要真正打通数字游民这条路，光看一个视频可能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实战中的实时反馈和同频的圈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运营游牧社区的原因。
目前这里已经聚集了近700位想要开启全球旅居生活的小伙伴。加入我们，你不仅可以解锁一套更完整的数字游民全球避坑的知识库，还能参加我们线上线下的分享会，以及在专属的高质量聊天群里认识一群真正在路上的同伴。如果你想更快更稳的开启数字游民生活，我们在社群里等你。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